欢迎回来。近日，美国政府再次出手，以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审查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云端业务。外界批评，此前不断抨击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拜登政府，实际上全盘继承特朗普关税战和科技战的政治遗毒，甚至下手更狠。路透社周二曝光，美国政府正在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审查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云端业务。报道指出，美国的监管机构可能禁止美国人使用阿里巴巴的云端业务。3位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调查的重点是该公司如何储存美国客户的数据，包括个人信息及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取得这些数据。可能是由于美方认为此事非常敏感，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针对阿里巴巴云服务的调查是由美国商务部下属一个名为情报与安全办公室的机构牵头。一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这一办公室一直都特别关注中国的云服务提供商，理由是担心中国政府窃取数据。德国之声电台周三称，和特朗普时期一样，拜登上台后对中国公司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在此之前，美国曾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业务横加阻挠。阿里巴巴也在最近年报中表达了对在美国运营的担忧，称与阿里巴巴签署合同的美国公司可能被禁止继续和他们做生意，其中包括云服务。阿里巴巴是全球第4大云服务提供商，拥有约400万客户，并且在美国也布局已久。2015年，阿里巴巴在硅谷建立了中国以外的第一个云计算中心，计划与亚马逊公司、微软公司和 Alphabet 公司的谷歌公司竞争。随后，阿里巴巴又在弗吉尼亚州建造了更多的数据中心。但根据市场调研公司，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云业务规模不大，年收入不到5000万美元。随着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升级，该公司在特朗普任期内就已缩减了在美战略规模。更大、更深远的这个目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包括数字贸易发展速度非常快。那么，我觉得他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打压中国的头部企业，通过中国的头部企业的打压来进一步影响或者是迟滞中国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发展。舆论认为，从之前的案例来看，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而最终的结果也不了了之。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国家，在大数据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曾被视为这一领域重要的发展路径。如果因为美国一些所谓政治精英的偏见和博弈，对中国科技进行打压遏制，美国科技业界也得不到好处。商界的人士会更多从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互利互惠的角度来理解中美经贸关系，而这个战略界人士更多的是从战略甚至一些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中美关系。这两者目前来看，它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美国政府层面做的一个我觉得是反市场的这个行为，就是他在不断的向市场灌输有或者是存在所谓的中国政策风险，由此来影响这个投资者，包括它的前景的这样一个预测，这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预期，影响了这一系列行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独角兽商汤科技在遭到美方打压后成功在香港上市的案例指出，商汤即使在上市前夕被美国商务部无端列为军工关联企业，一度上市前景蒙上阴影，但是对强者而言，困难与挑战都是成功故事的点缀。果然，新年伊始，商汤无惧打压，一路狂升，上市3天即涨101%。该报指出，在竞争前景逐渐趋于劣势之下，美国正走入赛局博弈的错误道路。美国政客们似乎还没明白，合作能维持优势地位，脱钩反而加速被超越。国际太空站、GPS 等例子比比皆是。或许不久的将来，比消此长的高科技胜负之局很快就会出现。